现货的稳稳拿住就行了。现在已经是2月底，离4月份大饼减半和下半年美联储开启大降息周期越来越近。大饼近期在震荡中储能蓄势后，会择机继续上攻，开启接下来的大牛市行情。尤其是优质山寨票，今年拉升5到10倍很正常。如果你想抓住这次难得且短暂的赚大米的机会，就必须目标明确，选对优质票种，踏准节奏，切记不要迷迷糊糊乱操作，不要追涨杀跌，时刻要保持清晰的投资策略和操作思路。经历过币圈牛市暴富的人都很清楚，赢一次牛市就足以暴富。二饼继续创新高，似乎在酝酿一波超级大行情。最近24小时二饼币安合约交易量已经超过了大饼，这种情况很少见，大家要重视。今年看好二饼，二饼这样强势也是为了弥补去年的弱势行情。今天有一种预感，二饼很快要冲3600，目前已经站稳3200，等待站稳3500，3600也就是瞬间的事情。实际上目前的走势就是等待二饼站稳上冲之后，山寨后续会进行补涨，看下月中旬二饼可能会带着大饼继续冲，大家拭目以待。还是那一句话，拿好手中的筹码才是关键的。另一个消息是 AI 人工智能最先应用的领域就是游戏加 AI 的融合，尤其是链游会将人类需求、精神价值、全新的代币体系提升一个新阶梯。接下来可以关注一下链游板块的 Gala、Sai、ETH、Bitime、Ace 等。CFX 24年4月份有香港的嘉年华，加上 CFX 大饼 L2 测试网，预计将在3月部署，主网预计在5月部署。CFX 可能像2023年一样，会在3月再次炒作。4月份香港嘉年华开启之前，香港板块都会起色。CFX 行情应该4月份启动，大家要提前留意关注一下。最近很多小伙伴问铭文行情还会来吗？其实道理也很简单，大饼矿工在4月份减半后怎么生存？靠交易手续费。铭文是矿工收入提高的第一驾马车。如果你是矿工，你是不是需要把这个板块发展下去？所以接下来懂的都懂，一定会带动整个铭文板块拉到天花板去。另外，奥迪 ORDI 这支票线还是很强，证明确实有庄存在，之前就是反复持久的洗。既然那么费功夫，庄家的目标肯定不小。奥迪 ORDI 在每一次拉升时候，大家都以为行情来了，而且每次大涨1天2天的，然后就一直阴跌，反反复复的折磨，有些小白就守不住了，然后就卖掉了。其实回调洗盘，一方面把小白洗下车，让筹码充分换手，提高持仓成本，为后续拉升打好基础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忍受不了下车了，你真的就中了主力的圈套了。关于 SETS， 目前在等一个契机，一个引爆点就会起飞。韩国、日本、欧洲韭菜还没入场，机构还没进场，币安不会那么快放弃铭文。毕竟 SETS 是顶级叙事，花了最多的钱，找了最多的托和喊单的。1 BTC 等于1亿 SETS，2100万 BTC 等于2100万亿 SETS， 对标 BTC 的顶级叙事 ，Ordinals 的快速赋能 ，BRC20 协议的 Gas 费，走的是以太坊的路线，币圈最顶级的共识。SETS 还需要把浮筹和获利盘清洗干净，洗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，等大家都彻底放弃，看不到希望的时候，它就会猛拉了。关于铭文的未来，很多人是很迷茫的，因为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牛市，然后格局都不够大。建议大家把仓位定好，把格局打开。我们来这个圈子是要赚几十倍、上百倍的收益，而不是吃几十个点的利润就跑的。这里有几个例子，让你意识到上涨是多么迅速和集中的。CHC 2021年2月至3月1个月内增长30倍。BNB 2021年2月20天内增长8倍。DAT 2021年1月至2月2个月内增长8倍。SOSI
2021年1月1个月内增长6倍。2021年1月1个月内增长6倍。Hot 2021年2月至3月2个月内增长35倍。Joe 2021年8月2周内增长60倍。2021年1月，Doge 天内上涨了近10倍。当时它已经是价值10亿美元的代币。Zeta 的市值在3个月内从10亿美元上涨到120亿美元。Rune 的市值在5个月内从2亿美元增至近50亿美元。FIO 曾一度达到一个接近4000亿美元的 FDV。ICP 推出时有2500亿美元的 FDV。Axis 的市值从2亿美元上涨到100亿美元。用15个月，其 FDV 在顶峰时为430亿美元。Gala 的市值在2021年顶峰时达到了54亿美元，而年初时该项目的市值仅为500万美元。Tail 的市值从1000万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，300倍。用15个月，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牛市周期，你很可能会太晚进入这个市场，让你的投资在不理智的估值中飙升而没有及时获利，然后在许多收益中来回徘徊。但是如果你今天看了以上内容，其实你已经经历了上一轮牛市周期了，并且挺过了2022年特别残酷的熊市。在熊市中，你必须对每一次上涨保持警惕，并准备好每次某个山寨票因为某种催化剂上涨时就开始做空，这种行为会得到奖励。但是在牛市中，这一切完全改变了，上涨幅度比你想象的还要高得多。在币圈，一个人行走是孤独的。牛市即将来到，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用确定拥抱未来的不确定。